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那道指呢，我们看到昨天走势非常凶险，凶险在哪里呢？因为昨天收了一个十字星，这个十字星的收出呢，意味着行情进入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我画出了一个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底边线。如果在日线级别上这条底边线被日线 K 线最终跌破的话，势必要引发一轮下跌行情啊。那么没有跌破的情况下，我们还有对美股一个震荡的预期。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1月20日的这根阳线啊，1月20日也是比特币出现快速上涨的一天啊。道指和比特币在这一天同时上涨。走出悟空阳线之后，行情走出八戒阳线组和沙僧阳线组。沙僧阳线组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那在震荡之后呢，沙僧被阴线打败，八戒阳线也被这个阴线打败。那么我们看到悟空阳线也最终被杀死。那么这轮行情重新回到了多空不明朗的一个震荡的行情当中。但是最终的底边线，我们看到啊，这是一个波谷连线形成的一个底边线，仍然没有跌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股就有重新继续震荡的可能性啊。那么在外围市场，美国会议啊给出的信号是加息呢，是一定要加息的，但是加息会逐渐变缓啊，这是一个相对来说鸽派的声音。所以呢，未来行情当中啊，如果没有跌破这个波谷连线形成的一个底边线，美股就有继续震荡的可能性。我们看到了前面行情当中美股的震荡呢，给比特币带来了非常多的多头展示的机会。那么这轮行情，如果美股在今天晚上能够继续维持33000点以上的高位震荡的话，那比特币这轮行情就没有结束啊。那么依据这个条件我们看比特币的行情。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由分别突破了一个9月份波峰连线形成的一个压力位啊，这个压力位位于17500点。然后比特币在日线级别上涨细由结束之后，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由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和位于19500点啊，这个点位呢是从22年6到12月份啊形成了一个筹码密区。最终呢，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细由对多条均线和多重压力位完成了突破。那在1月20日这一根阳线是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细由的一个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后面行情当中走一个八戒阳线组，这个八戒阳线组走势非常复杂，甚至没有一个非常标准的八戒阳线的主阳线啊，这里可以看成八戒阳线的主阳线，就是它非常不明显模糊，但仍然构成一组八戒阳线。有了这样的多头预期之后，日线级别上涨细由第二轮我们给出的目标位啊，上涨到$28,000啊，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位。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出现了一个高位的结构，这样的结构当中，我们可以通过波峰连线、波谷连线画出来它的焦点。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假的跌破，跌破之后重新反弹上来，我们看到啊，焦点位这个位置是非常神秘、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位置。它会将价格重新吸引上来，吸引上来之后，在高位重新盘整出来一个结构。我们认为上方的这个结构出现了一个横向的，位于$25,000的一个平头哥。什么是平头哥呢？因为这里是平的，非常难突破。这个位置关键点位就是在$25,000附近，在高位上重新形成这个收敛三角形。目前在4小时级别结构上还相对非常稳定。这个结构呢，主要是对2月17日4点的凌晨4点的这根快速下杀的阴线做反复的回补动作。一旦这个回补动作完成，并且形成一个完整的收敛结构、收敛三角形之后，变盘的时间将要发生。对于目前的趋势来看，美股没有完全跌破没有完全跌破它的底边线33000点。那么比特币呢，日线级别上仍然有多头趋势，所以呢，目前我们依然保留空单和保留这个多单和多头的趋势所以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细由这个趋势依旧存在，并且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走出来了，目前周线级别正在走八戒阳线组。那么有了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组，就有可能完成它的一轮周线级别上涨细由，目标点位$28,000附近。
那么从相对微观的15分钟级别上，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在这个交易对上，我们看到底边线的这个位置上已经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支撑位，支撑位就在0.067这个位置上，是长达2年的一个支撑线。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从21年5月份这个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啊，就在0.067的这个位置上形成了有效支撑。那么时间级别放大之后，我们再把时间级别缩小到15分钟级别，可以看到这条支撑线啊怎么都跌不破。那么到达这里之后，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就有机会发生龙头式的反弹。我们可以看到15分钟级别撑住了，小日线级别做出了小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那么4小时级别呢，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的标志性阳线已经走出来了。那么有了标志性的悟空阳线之后，就有可能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4小时级别就有可能走出它的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把这个时间级别切换到日线级别。这个位置上我们还没有办法看到日线级别的标志性的阳线啊，因为标志性的阳线呢是非常独立突出的一个阳线，目前没有看到。但是底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反弹的位置，就有可能发生什么呢？发生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到达目标点位，也是均线系统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位0.07附近。这样的话意味着以太坊独立行情将要到来。那么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交易对，在这个交易对上可以看到啊，同步了比特币做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高位做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来之后做收敛动作，收敛动作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上和比特币类似的是，在近焦点附近发生跌破，然后焦点位有一个吸引力的作用发生反弹，反弹之后伴随比特币出现了一个高位震荡。这个震荡结构没有破坏之前，在$1550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支撑位。同时呢，在日线级别，我们有日线级别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预期。那么可以把时间级别再调到周线级别，就可以看到目前周线级别悟空阳线走出来了，正在走八戒阳线。八戒阳线组多重震荡之后，就有可能走周线级别上涨吸油。那么目标点位$2000不变。行情的重点和热点呢，永远在龙头板块。在龙头板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CF 是我们重点应该关注的啊。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快速上涨，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有悟空阳线组、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我们 K 线吸油战法当中讲究的是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那么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容易走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线级别的调整动作。那么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的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唐僧阴线4小时级别调整正在进行当中，并且呢高位它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已经到达焦点位附近，焦点位附近它是一个容易发生变盘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容易发生变盘，焦点位呢相当于黑洞那么震荡脱离焦点位之后，很快这个结构将要被破坏。我们认为它的行情是多头为主的行情，在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时间级别切换的周线可以看到周线上非常清楚简单暴力悟空阳线走来之后走八戒阳线悟空阳线走来之后，后面的这2根阴线是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的判断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八戒阳线和沙僧阳线，目前处在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那周线级别上涨吸油，我们给出一个目标位大概是在$0.7附近这样的目标位呢是在它完成唐僧阳线之后给出的一个目标位。那么 CF 是目前香港板块的热点香港板块是龙头板块 ，CF 是龙头板块中的龙头因此呢，对于 CF 的多头行情我是抱有非常大期望的同时呢，我在大概$0.32减仓之后正在逐渐的把它这个筹码接回来，把币做多是无论熊市行情还是牛市行情都应该做的伴随它的趋势，你要有仓位，也就是说你要有币，才能随着它的行情逐渐上涨而获利。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结构呢是横盘震荡的一个结构前面这个行情当中也伴随了很多这样的横盘震荡的结构。这个横盘震荡的结构呢，在结构的尾声
多头行情如果持续的话，它是非常容易突破的，从而进入到下一个结构当中。这种结构呢，在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里面叫天外有天的行情啊，就是一个结构啊不断震荡啊，你在里面倒过来倒过去，最终呢它会发生突破，结束当前的三角形结构，从而进入下一个调整周期啊。但是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你尽量要把币做多，如果你不会做 T 的话，你起码要持有啊，坚定持有，因为行情是逐级发展的，上涨一段调整一段，上涨一段调整一段，所以呢，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你要放平和自己的心态，不要因为自己的账户资金啊一会儿多了一会儿少了，受到这些干扰啊。如果会做 T 的话，如果你能够了解图形化的 K 线西游战法的话，可以做一些 T 把币做多。如果你不懂啊，那你就把握龙头币种啊，记住啊，重点是把握龙头板块、龙头币种涨得最好的那个就是龙头。目前仍然看好啊 CFX。除了 CFX 正在调整之外啊，市场上很多币种啊都伴随了一定的调整，包括我们非常看好的 FIL 啊。那么 FIL 这次上涨啊，基本上接近9.5美金，快到10美金了啊，最大上涨幅度接近3倍。虽然它不是市场中表现最强势的币种，但是它是可以容纳大资金的币种，因此呢，资金比较大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FIL 啊。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 ，FIL 从260美金跌到2.419，跌幅超过99%。那目前为止处在一个底部的区域。在底部的区域呢，不必太计较它价格怎样波动啊，尽量是你要有仓位，并且能拿出这些币啊，未来在牛市当中才能够大幅获利。那么这两轮行情，这两轮牛熊呢，我们都看到了 FIL 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并且呢，存储板块啊一直是市场当中的热点。每轮牛市或者需要热点的时候，存储板块从不缺席啊，包括17年的行情。19年的行情啊，这些这几轮牛市当中啊，这个存储板块啊都有表现啊，并且呢，同时包括边上啊要做一个自主的存储的币种啊，或者是技术啊正在研究当中。那么因此呢 ，FIL 啊对于存储板块的龙头来说是永恒不变的热点。那么在暴跌之后，未来的利润空间就已经给到了。那么之前高点260美金，低点2.4美金，啊，100倍跌幅之后，未来就有机会出现100倍的行情，啊，所以呢，这种重点板块当中的龙头啊，是可以容纳大资金去介入的。那么对于技术方面来说，日线级别正在进行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需求，悟空阳线走出来了之后，目前行情走8节阳线，那么周线级别上就有可能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需求，啊。到达目标点位17美金，这个17美金是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那还有一些币种你要重点关注啊，像 AR 和 VR 啊这个板块，你需要重点关注啊。AR 它这个名字就叫 AR 了啊，就是一个币种，这个需要有一些币，还有这个 HIGH 这个代币啊，也需要有一些币啊，这个在高位出现了震荡。震荡呢就给你一个做 T 的机会啊，这个机会要把握住。同时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它和 GALA 类似，是走出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悟空阳线。那上方呢，它仅仅是一个8节阳线组，走得非常复杂。但是非常复杂的背后，只要不跌破这个底边线的这个位置，2.7美金不跌破的话，那目前是一个8节阳线组震荡行情。那么上方就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啊，同时呢。这个 VR 板块是包括赵长鹏包括币安包括全世界包括谷歌都是非常重点关注的一个板块。板块当中的龙头呢，我认为是 HIGH 所以呢，对于它要有币然后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之前行情当中跌幅非常巨大，类似 FL，所以呢，它的空间已经展开给你了。在这轮上涨之后，如果出现周线级别上涨的话，目标点位11美金，一定会是翻倍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感谢大家，再见。